那日，帝君对凤行使用了读心术，于是决定静观其变。不过，他的底线依然是凤九的安危。他不担心仲隐找墨渊或者天族麻烦，但他不希望看到仲隐或者魔族跟凤九有什么瓜葛，他只是隐约觉得不安。从张尾山回到太晨宫后，他又拿出铜镜来看，看到凤九已然回到了东荒，才略微舒展了蹙着的眉头。昆仑虚，师父，殿外有位白衣尊者，说是师父的故人，请师父一见。蝶风拱手道：“请他进来。”是。蝶风应声退下，不一会就引了一位一袭白衣的少年进来。墨渊上神。白衣仲隐微微颔首，目光中却没有丝毫敬意，直直地盯着端坐的墨渊。墨渊也冲他点了点头。看着这个白衣少年眉宇间的冷肃，他竟觉得有几分熟悉，开口道：“尊者到昆仑虚找我所谓何事？”仲隐瞥了一眼一旁的蝶风，示意墨渊让他回避。蝶风，你先退下吧。是，师父。待蝶风退出大殿，仲隐又重新看向墨渊，缓缓开口道：“听闻7万年前上神以元神升祭了东皇钟，封印了擎苍，阻止了一场浩劫。如此胸怀天下苍生的气概，实在令人佩服。不过，上神莫不是睡得太久，记性不好了，竟连仲隐都忘了？”墨渊大惊，他怎么会忘记呢？19万年前，仲隐还是个男孩模样，他是邵婉的弟弟呀。可是邵婉不在了，是他亲手杀了他。他本想将仲隐带回昆仑虚，替邵婉好好照顾他，可是他却没了踪迹。如今他回来了，可是邵婉呢？他什么时候也能回来？上神想起来了，那么上神是不是也想起仲隐的姐姐了？仲隐，你姐姐她可有醒来的迹象？上神是担心她醒来后会危害苍生吗？对不起，上神不必向我道歉，我要的不是这个。仲隐，你若想为邵婉报仇，就尽管杀了我，我绝不会还手。你在可怜我吗？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希望能够抚平你心里的仇恨，而且我确实对不起邵婉。如果我想要你的命，也不需要你让，只不过我想要的不是这个。那你想要什么？仲隐不再看墨渊，他的眼睛渐渐失去了光彩，眼神变得空洞，低沉着他本来干净纯粹的声音说道：“我要你看着你当初牺牲姐姐换来的天下太平不复存在。”墨渊震惊的再也说不出话，他眼睁睁开着这个白衣少年一步步离开，白色的衣角随风扬了扬，消失在了远处的转角。墨渊觉得为邵婉偿命对他来说是一件轻松的事。事实上，10几万年来，他心里是希望有人来杀了他，为邵婉报仇。自从邵婉死后，他也变得视死如归。可是他身为父神嫡子，天族倚仗的战神，怎么能轻言生死呢？于是他忍，这个已经没有邵婉的天下，万万生灵的安危成为了他唯一的一丝牵挂。仲隐若要他死，他愿意的不得了，但他要报复于苍生，他就不能由着他了。太晨宫，白檀香烟从帝君书房中的香炉里袅袅升腾，再隐隐飘散于空气中。帝君正斜靠在榻边，一手撑头，一手拿着佛经随意地读着，虽未抬眼，却也知道连宋正摇着扇子，笑得颇有深意地迎面而来。连宋见过帝君，帝君依然没有抬眼，只是轻轻嗯了一声。连宋对帝君的这种态度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丝毫不受打击，说道：“帝君又在研读佛经。”帝君还是没看他，只是挑了挑眉说道：“本君以为你并不瞎。”连宋当然不瞎，不仅不瞎，而且还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帝君终于舍得瞥他一眼了。诚然，连宋是九重天跟司命有一拼的行走的八卦全书，他对自己的定位很是准确，只不过是说的好听了点。帝君知道，没什么意思的卦连宋不会扒，跟他没什么关系的话连宋也不会来说。帝君只是看着他不语，心想着且听听看他说什么。连宋见此，笑意更甚。我听说青丘的凤九女君去了魔族，放着东荒堆了满屋子的拜帖不管，一待就是3个多月。看来这回白衣上神终于能如愿以偿，把宝贝女儿嫁出去了。帝君的眼神骤然寒冷。连宋不怕死地补充道：“据太子妃说，
女君与那魔族的青之魔君燕池雾和清风院少主仲隐都颇为聊得来。白衣上神让他从这两人里选一个更喜欢的，考虑婚姻大事。帝君强忍下烧得正旺的怒火，收敛了冰冷的神色，淡淡的开口道：本君以为统领四海是个劳心劳神的差事，不想三殿下竟这般游刃有余，还有时间关心别人家女儿的事。本君觉得，既然三殿下处理政务之外还有闲心，不如到凡间历一历人生六苦，也好修身养性。此话一出，连宋傻眼了，他就是想着刺激帝君。帝君，算你狠。帝君您误会了，连宋只是偶然听说的，并非特意打听别人的事，还请帝君高抬贵手。看来三殿下对本君也有所误会啊。你觉得本君是说话不算话的神仙？如果时间能够倒流，连宋绝对不会跟帝君说那番话，不，他连太晨宫都不会来。十里桃林，以你先择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东华帝君一袭紫衫，浩浩银发，出现在了桃林。这几百年以来，他除了日夜修炼，让自己的仙法尽快恢复之外，就一直在找让自己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三生石上的办法，到了今日却依然无果。强逆天命于他自己来说并不是不行，然而凤九还那么年轻，天下生灵又何其无辜，所以他想着需要寻得一个两全的方法才行。然而自从那日他听连宋说白凤九与燕池雾等人性情相投，竟然还真打算从中挑选一个谈婚论嫁，他立刻就慌了。他以为他就算广收拜帖，也不是当真想找人嫁了。不是说九尾狐个个都是死心眼，认定一个人就是生生世世吗？可是想想白浅，他最初心仪离境，却因为他的背叛伤透了心，最终与夜华成了眷属。那么凤九呢？会不会也是因为与他求而不得的缘分而心灰意冷，决定放弃他另嫁他人？思及此，帝君难忍心中的阵阵焦躁，觉得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于是他拿出铜镜追寻凤九的踪迹，看到他正在折颜的十里桃林一个人喝着酒，还未等他理之所及，便一个仙遁幻化到了十里桃林。他尽力压制着心头的慌乱和急迫，放慢脚步，稳住气息。走了几步，便见一红衣女子靠在一棵桃树下，一仰头灌下一口桃花醉。她额间的凤尾花颜色鲜艳，一如初见，清丽中略透着媚态的眉眼，仿佛带着些许笑意。本就细致柔嫩的脸颊，借着酒气染上微微的红晕。正当帝君看得发愣之际，一张微醺的小脸缓缓向他转过来，那表情不知是醉了还是懵了，樱唇微起，满眼茫然。帝君回过神来，调整了姿态和语气，开口道：折颜呢？凤九好像没听到他的问题，只是自顾自的试探性的唤了一声：帝君。凤九仿佛不相信一般，直勾勾盯着几步开外的紫衣神尊问道：东华帝君。帝君没理他，只是一皱眉，居高临下的向他投去鄙夷的目光：你喝了多少酒？凤九收回眼神，抬头看天，露出一副无辜的小表情：啊，嘿嘿，不多呀，才3坛子。说完，他转了转眼珠，又看向紫衣神尊，折颜说：他酒窖里的桃花醉我可以随便喝，左右我也就是3坛的酒量，你看我今日才喝了3坛不到就醉了。帝君看着这样的凤九，心口泛起阵阵痛楚。他记得以前他很少喝酒，如今他这般不爱惜自己，是因为他吗？思及此，帝君迈开步子走到他跟前，蹲下身去，不由自主地抬手轻轻抚上他的额头，淡淡说道：以后少喝点酒，知道吗？他的声音向来富有磁性，朗朗有力，此刻却略带些低沉沙哑，听得他更是木然了几分，透着隐隐哀伤的双眸蒙上了一层水雾，雾气须臾间凝成水珠，从他眼角滑落。他顿了顿，往帝君面前又凑了凑，眼睛睁大了些，仿佛要将他看得更清楚，然后柔声问道：帝君，我是在做梦吧？原来他以为他在做梦。帝君心下疼痛感更甚了许多，他猛然想起他断尾那日，他去昆仑虚看望他，借着他自以为的梦境，放纵自己抱着他，吻了他，与他温存了一番。现下他却有一股冲动，他想告诉他这不是梦。于是还没等理智压过来，他便一低头吻上了他的唇。他冰冷的薄唇温柔地缠绵于他的唇间，体会着他齿间的芳香和温热。他此刻并不需要他的回应，
他只想放开紧束的灵魂，随着心意去亲近他。片刻后，被他揽在怀中肆意缱绻的他，仿佛忽然醒了，睁大眼睛看着贴紧他脸颊的那张俊颜，心里迅速盘算着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正流连于他软玉温香中的帝君余光，瞥见他一脸惊愕，放开了他那两半被他吸吮撕磨得通红的嘴唇，眼中还留着几分深情眷恋，正了正身姿，剑眉微挑，酒醒了。一阵夹杂着桃花甜美芬芳的清风拂过此时四目相对的两人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不是凤九心心念念了好几百年的东华帝君吗？他没记错的话，那三生石上没有他的名字。南天门外，他与自己说了最后几句话，就转身离去，再也没有回过头来找他。他的继任大典上，他还让司命告诉他没什么好惦念的。前些日子姑姑大婚，他随着姑父的队伍来迎亲时，也是一如既往的清冷神态，从始至终也没有跟自己说过一句话。然而他现在又为何出现在十里桃林？哦，对了，他忽的一下子想起，他刚刚好像问过自己折颜在不在。原来他是来找折颜，只是碰巧遇上他，又碰巧亲了他。想不通，凤九摇摇头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红着脸略微迟疑地问道：帝君是来找折颜的吧？帝君眉间微蹙，有些无奈地看着他说：还没醒。凤九恍然大悟，小脸更红，略显局促，低下头去，不敢再看他。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发生了，可他却好尴尬。帝君看着他，轻声道：所以说以后还是少喝酒。凤九抬手捂住发烫的脸颊，又想到刚刚两个人贴得那么近，竟然还不是做梦。帝君收回一直落在凤九脸上的目光，看向远处，淡淡说道：我听说你与青之魔君燕池雾关系不错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清风院的重饮。凤九没有领悟帝君的意思，一脸诚恳地抬头看着帝君，点了点头，认真答道：我在魔族时经常去菩提花林，有一次在林子里睡着了，重饮殿下见我独自一人，可能是怕我有危险吧，就好心把我带回清风院了。然后小燕经常去找他的清风院找他，所以我俩就熟了。帝君毫不掩饰不悦的情绪，转头冷冷看着凤九道：小燕。凤九顿时只觉周围空气温度骤然下降，不禁打了一个冷战。然而他说错什么了吗？为什么帝君对小燕这么敏感？是因为姬恒吗？可帝君又不喜欢姬恒，怎么会介意小燕呢？他内心好一番挣扎，看帝君眼中冷意不减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帝君，你与小燕有仇吗？帝君瞪了瞪眼睛，看凤九好像没有明白他的意思，沉了沉声音道：你与他已经亲密到要称他小燕了。可能是刚刚醒酒，凤九大脑的运转速度明显跟不上帝君的步伐。思前想后，他也没觉得好朋友之间叫一声小燕有什么问题。然而后来的一系列事实证明，帝君确实比平常人严苛了不少。若干年后，当白滚滚当着凤九的面一脸疑惑地问他父君什么叫狐朋狗友时，帝君挑眉看了他一眼，然后低头严肃地对滚滚说：就是像燕池雾那样的。折颜的十里桃林，四季如春，遍野桃花常开，偶尔一阵风过，些许花瓣纷落，人在树下，感觉就仿佛置身于粉色的花雨。一片芳菲渲染着紫衣银发的男子和红衣纤弱的少女之间的绵绵情谊。本来终于放飞自我一亲芳泽这件事令帝君甚是满意，但一向严苛的他对凤九那声小燕仍耿耿于怀。再加上他是个负责任的神仙，既然主动表示了爱意，就要有所承诺。然而他们之间最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他不知道如何拿捏这个承诺的分寸。想他堂堂东华子府少阳君，世间上有什么是他看不透的？又有什么是需要他一再思量，生怕出一点差错的？想当年，他为了让自己在经年累月的厮杀混战中没有弱点，亲手毁去了自己在三生石上的名字。直到现在，三生石上依旧没他的名字，可是他能说自己没有软肋吗？如此看来，帝君不禁觉得自己当年真是脑袋不灵光，多此一举不说，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再说凤九，经过桃花醉的浸泡和帝君一连串令他匪夷所思的行为，他本来就不甚聪明的脑子更像是充满了浆糊一样混沌。他从来就看不透他的心思，虽然一直以来看上去是他在主动追着他，但他有时会觉得自己是才被动的那一个。
他做完了所有能做的不能做的，该做的不该做的，可决定权永远不在他手里。缘起缘灭皆由命，从来半点不由他。与他分开的400年里，他表面上维持着一贯的活泼欢快，内心却总在挣扎拉扯，一面明白他们不会有相守的缘分，一面又会期待再与他有一些瓜葛。如今他真的来了，还亲了他，他却迟疑了，这算不算逆天而行呢？他考虑了半天，觉得有些问题应该要问清楚。他向来是这样勇敢不怕丢脸的性格，想当年他一次次对他说了那么多绝情的话，给了他那么多冷眼，他还是问了一句，如果你没有把名字从三生石上抹去，是不是会喜欢我？如今他并不打算死缠烂打，只是想知道他希望他怎么做。于是他看着神色复杂的帝君，开口问道：帝君，凤九知道你我没有缘分，如若强行在一处，会祸及苍生。帝君告诉我，没什么值得惦念的，我虽然现在还做不到，但我会努力。可是帝君，你今日这是？请恕凤九糊涂，还望帝君告诉我该怎么做。帝君眉头微微皱起，半晌开口道：你想努力忘掉？凤九凝眉，目光黯然，还有更好的选择吗？帝君心口一阵疼痛，声音低沉下来：你能忘吗？这话问到了凤九的痛处，他该怎么说呢？说能似乎有些自欺欺人，说不能，天命就会施舍给他们一段缘分了吗？帝君直直看着凤九，将他无奈和凄凉的神情尽收眼底。他需要做出一个决定，他深深地明白事已至此，不能再这样犹豫不决，互相折磨下去。他顿了顿，开口说道：九儿，如果你还愿意，等我可好？帝君的声音无比温柔，温柔中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。而且他让他等他，这无疑是说他也想跟他相守的。他不禁高兴起来。可是帝君让他等什么呢？等他找到解决三生石的办法，还是等他做好准备强逆天命？帝君可有了在三生石上刻名字的方法？没有。那帝君是打算逆天而行？九儿，你无需操心这些，既然是我一手造成的，就该由我来解决。那帝君可否答应我一件事？你说，你答应了我再说。小狐狸居然变精明了，其实就算他不说，他也能猜个大概。于是帝君盯了他片刻，无奈地说：我答应你。说吧。只见凤九坚定地说道：帝君生，凤九便生。若帝君有危险，凤九只求能与帝君一同承担。第15章，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亦可生。三生石定天下生灵三生之源，三生万物，三极归宿。唯有延续三世，且在第三世得以修成正果的因缘方可现于三生石之上。而帝君当年将自己在三生石上的名字毁去，所以你与凤九殿下最多只有2世缘，第三世注定不可得善果。三生石虽始于天地初开之时，然其改命续缘之法却不详。一时3天太晨宫，帝君正靠在坐榻边上，修长的手指一边摩挲着手里的红色狐尾，头脑中一边琢磨着元始天尊对他说的话。天命实在难以揣测，然而帝君实际上也并不是多有耐心的神仙。他前半生戎马空总，杀伐决断，丧命于他手上的生灵不计其数，生命无正邪贵贱之分。他虽神魔同体，却弃魔成佛，避世后以慈悲胸怀守护天下苍生，清心寡欲，不理红尘。怎奈天象虽无红鸾星动，他的心却动了。他并不怨苍天，更不怪凤九，如果要说恨，他只恨自己当初太过自负。一想到凤九还有漫长的人生，1万年、10万年，哪怕20万年、30万年，他终有一日会放下他，会再爱上别人，会与那个人相守之中，他的眼中、心中、生命中都不再有他的影子。帝君就在难以说服自己，只是远远地看着他。当他本能地朝他迈开脚步，不能自已地亲吻他时，那种归属感、完整感、满足感，让他这个活了36万年，什么阵仗都见过，各种滋味都尝过的老神仙一下子明白了，那就是三生石所蕴含的归宿2字的意味，也是他从来不曾在别处体会过的感觉，更是他再也不愿意放下的感觉。正在帝君陷入深思，面露些许痛色时，司命大步走到他面前，恭敬地一拱手道：
帝君。帝君收敛神思，抬眼看去，沉声道：“连送下凡历劫的命不可写好了？”回帝君：“已经写好了。”帝君可要过目？不必，你在他的命中将程昱安排进去，给两人写一段情缘。司命一张问号脸，愣了片刻道：“帝君，恕小仙愚钝。这程昱元君是？”去传本帝君的旨意，说程昱元君统管瑶池芙蕖很是久了，那莲花也无甚新鲜之姿。本君以为是元君欠缺阅历，心中情绪匮乏，才令那花失去鲜活之感，故令其即日下凡一试，体尝人生种种。虽然此时整个人已经不好了的司命心里说着，帝君您老人家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水平又提高了。他面上却绝对不敢有太多反应，只是拱手道了句小仙领命，就转身退下了。若是此时有人来采访司命有什么感想，他一定会说：没事，不要惹帝君，就算要惹也千万别拿凤九殿下来惹。看看三殿下风流倜傥，一世潇洒，一念之差落入凡间，辗转尘世，历尽六苦。这还不算完，帝君竟然还把他的克星程昱送下去了。三殿下，小仙已是无能为力，最多我给你写个不愁吃穿的富二代身份，其余的还望你自求多福了。